大家好，我是文。今天呢，我没有跟大碗，也没有跟丽蓉在一起，因为呢，我在我的朋友菲比家。菲比呢，是我差不多在2015年认识的一个朋友，我们认识10多年了。但是去年9月，我从清迈回来以后呢，我还没有跟菲比见过，因为我们都很忙，不是他不在北京，就是我不在北京。上个星期，菲比给我发微信，问我这个周末有没有时间，正好我们都有时间，所以我们终于见上了。然后现在我在菲比家的小院子里，这个小院子很舒服。刚才我来的时候还是阴天，院子里的光线不太好。现在太阳出来了，然后可以看到院子里很绿。我经常会跟菲比坐在院子里，有的时候吃饭，然后有的时候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特别舒服。其实我觉得在北京有一个院子是很奢侈的事情，特别是有一个这么漂亮的院子。菲比现在还在忙，一会儿呢，我请菲比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小院儿，然后呢，我也请菲比给我们讲一讲她的故事。在菲比开始讲她的故事之前呢，让我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她吧。菲比以前是一名翻译，她经常跟一些外国的记者和媒体合作，然后为他们提供翻译服务。菲比的爱好呢是看书和做饭，她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就是出版一本书。2019年，她和一位德国的摄影师 Stephanie 一起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名字叫《The Magic of 缘分》，翻译成中文呢就是缘分的魔力。他们去了中国的很多地方，然后采访了中医、僧人、道士，通过文字和照片记录下了他们看到和听到的所有的事情。其实啊，书里的很多事情，连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都从来没有听说过。如果你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呢，可以在亚马逊搜一下，看看能不能买到这本书。目前这本书只有英文版，还没有中文版。缘分指的是人和人，或者人和事物之间的一种奇妙的联系。菲比能遇到 Stephanie， 然后两个人一起出版了一本书，这是缘分。他们能遇到书里的每一个人，然后记录下了他们的故事，这是缘分。我能认识菲比，然后呢，把她的故事分享给大家，这也是缘分。我能认识大碗，并且跟大碗一起做了 Chloe Chinese Class 这个频道，这也是缘分。然后呀，大家能在网上看到我们的视频，然后关注我们，这个也是缘分。2020年发生疫情之后，大部分的外国人呢都不能来中国，菲比的翻译工作呀就做不下去了，所以他不得不寻找新的机会。其实从很多年前，菲比就开始吃素了。吃素的意思呢，就是不吃肉，不吃鸡蛋，不吃奶制品。他经常会邀请朋友去家里做客，然后给大家做一顿美味的素食。所有吃过菲比做的素食的人都对素食有了新的看法。我们都会觉得，天哪，原来素食竟然可以做得这么好吃。于是在我们这些朋友的鼓励下，他开了一家私人的素食餐厅。但是他很少在网上宣传自己的餐厅，因为他想把这一切都交给缘分。现在呢，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很多人都会因此变得没有耐心。所以，如果能在网上找到他，并且呢，成功的吃到他做的菜，我觉得这个真的需要巨大的缘分。其实呢，我自己很相信缘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也很相信缘分呢？经常有人给我留言或者发私信问老师，为什么我能听懂你的汉语，
但是听不懂其他中国人的汉语呢？其实啊，每个中国人的用词和表达方式都不太一样，所以我就想，为什么我不去多拍一些其他中国人的视频，然后让大家听一听真正的汉语是什么样的呢？所以啊，我就邀请了大碗和菲比。以后如果有机会呢，我还会邀请更多的中国人来跟我一起拍视频，这样大家也能多听一听正常语速的汉语。其实菲比和我一样，她在面对镜头的时候会有一点紧张，所以我们这个视频里她的所有的镜头，我都是从侧面或者是从背面拍的。下面我跟菲比的对话是我们平时聊天的语速，没有刻意的放慢速度，所以可能会比较难。如果你觉得太难了，但是又很想听的话呢，可以打开 CC 字幕。那你以前像比如说，我记得你跟我说，你以前是做翻译，就是那些记者来的时候，你帮他们做翻译，那不是很忙吗？那会儿。疫情前的时候也还好吧，因为接的时候是项目嘛，你就是一年忙那么1-2个项目，就是差不多1年也过去了。因为就接这种纪录片的话，像后期比较多是纪录片，不像可能零几年那时候我做的时候，或者是11年、12年的时候比较多纸媒嘛，后来纸媒没落了之后，基本上都是纪录片这种形式的会去找我。这些的话基本上都是要前期的准备时间非常的长，就2-3个月的时间做整个纪录片的筹拍的计划呀，然后找到所有我们要拍摄的人、采访对象啊什么这些，对，整个安排是比较复杂的，所以这种一年可能也就能接1-2个项目，自由职业嘛，也是看自己吧，就是自己感兴趣的项目才会接这样。但是那个时候你也经常不在北京，对不对？对，尤其是这种工作的类型，它就是让你经常要出差的，因为这些故事它一定不会是发生在北京，大部分的这种纪录片的话都是一个围绕的一个故事主线在叙事，都是比较特殊的一些故事啊，或者针对的一些特殊的人群，然后也很多都是一些比较偏底层的人群，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去到一些小地方、村里啊、县里啊这样的地方会相对会多一些，或者是一些更靠内陆的地方、不太发达的地方。对，因为外国媒体的话，其实欧洲他们还是更多比较猎奇的心理吧，还是会比较喜欢看一些这样的中国。因为中国现在实在是发展太快了，其实如果你是拍北上广深这样的地方的话，它太过高大上，其实就也是一个全球一体化的一个展现，就不会那么出故事吧。如果说像我偶尔会接一些商业的一些采访，就是采访一些商人啊，一些巨富啊，或者是采访某一个公司，我们要去拍他们公司的一些内部啊，还有公司的这个运营啊，或者公司的下面的一个工厂的生产线什么，这些的话一般就会集中在比较大的城市，但这种这种课题我接的比较少，因为我接的比较多的还是偏社会问题、社会人物的一些故事。对，那是什么让你就是决定写一本书呢？就是18年的时候，就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一个长期客户 Stephanie Swager， 她是德国的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摄影师。然后从2012年，她第一次随着她丈夫来到中国，她就开启了她在中国的这个摄影的职业。然后之前她在德国柏林已经是比较小有名气的一个摄影师。然后来中国之后，他就做了一个转型，因为他在德国的时候做的比较偏的是时尚和艺术的结合，所以他也不是纯时尚，对，还是偏艺术一点的一种时尚的片子的拍摄。然后来到中国之后，他发现这个领域他并不熟，然后他来到中国之后，可能更快打开的圈子都是一些同样在中国的一些国外的记者圈，德国的或者是主要集中在欧洲吧。然后所以他就开启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摄影的职业生涯，就是其实
就跟我就有点靠拢了，就他也是在拍一些社会议题、新闻这样的或者一些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这样对东方文化这样的议题，所以就很多时候就会找到我，然后帮助他一起完成这样的一个拍摄项目。对，然后拍着拍着就成为了很好的朋友。然后在15、16年的时候，他出了人生第一本书，然后这本书是我协助他做完的，但是我只是充当一个助理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和翻译。然后这本书就很成功，在德国出版之后，之后我觉得他就是也比较有野心，很快的又有了第二本书的一个想法，然后这个时候就通过我们俩一起探讨之后，我觉得仍然是我们可以以这种合作的方式，就是我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这样继续去完成第二本书的拍摄。但第二本书从17年我们启动吧，做着做着，就是我发现可能是因为这个议题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可能比第一个会更感兴趣吧。然后就有很多自己想法的参与。但也没有多想，只是希望自己的这种想法可以注入到他的书里面，或者是给他带来一些灵感。后来 Stephanie 发现，哇，你的想法都太棒了，或者说你有一些这样的想法，其实可以完全参与进来，就不要只是做辅助，因为这个想法是你的，所以我仍然还有我自己的想法去坚持，但是我觉得不妨碍就是把你的想法加进来。而且很有趣的一个点是，也许也正是因为你是中国人，你是局内人，对吧？你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文化上长大的，所以你才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说为什么我们不做2条线，就中西方2条线。然后对，然后所以在17年协助了他1年之后，18年我的身份就转了，就变成了这个好像合伙人的感觉，就2个人一起去出版这个书。对，然后 Stephanie 就是负责图片这块了，因为他本来就是很优秀的摄影师。然后我就肯定就是在图片这块，就是这个领域完全是比较陌生。然后 Stephanie 说你就去写就好了，因为我觉得你的想法非常的好，而且你本身也很喜欢写东西啊。平时他说这个正好也是可以一种很好的方式去做你自己的一个表达，和我们采访这些人物的一些你的观察。对，所以就这样好像顺其自然的聊着聊着这本书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就开始从17年一直做到19年，所以我19年的10月份就是飞到了德国柏林，然后在德国跟那边出版社什么的，然后做最后的一个确定吧和定稿啊，然后印刷呀什么的。对，所以整本书可以说是我人生中第一本书吧。但同时也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经历，而且它的主题也是非常有意思。而且我们就是整本书是最后决定是以英文出版嘛，所以它虽然是在德国本土出版，但是我们并没有选择德文这一次。对，所以我们选择了英文，其实就是希望它能传播的更快，更能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去感兴趣的人都可以阅读到它这样。那现在在亚马逊或者是在什么网上还可以买到吗？对，都可以。这本书叫 The Magic of 缘分。它有中文名吗？没有中文名。那如果你要给这个书名翻译成中文的话，你会给它一个什么名字？其实我觉得就是缘分的魔力吧。对，因为只有这份魔力，它才其实是去推动了你，让这10个人物出现在你的镜头前，出现在你的旅程中。然后其实也是出现在我跟 Stephanie 的生命里面。因为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有点像在做纪录片那样，会一次又一次的回到那个地方，可能时隔半年或者是时隔1年再会回去，然后再去跟这个人物去接触，看他在这个期间的变化，还有就是彼此更深入的这种了解吧。所以其实是更全面的多方面的去观察这个人和与这个人相处。对，所以其实书中有很多的故事也是发生在这个人物和我和 Stephanie 之间，所以它也很有趣。就是我们之间的相处的发生的一些小故事什么的，全都是不在计划之内的。会让我觉得那个人物更立体吧。就都是缘分。你跟
Stephanie 认识也是缘分，然后呢，你们找到这些人也是缘分，最后你们一起出了一本书也是缘分。对，就是觉得其实没有这个缘分的这个魔力，其实去推动的话，好像就是没有一件事你能够做成。就是针对这本书也好，或者是这个事儿也好，或者是 Stephanie 这个距离我千里之外的一个纯粹肤色，然后文化，然后可能信仰或者是什么，在这个之前都完全不一样的人，对吧？然后就会聚集在这个地方，然后一起去中国10个地方，然后见证这10个也作为我中国人来说也非常异域风情，或者是也很有他们自己的民族特性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如果不是缘分的话，实在是很难去说清楚那是什么样的可能性让这个事情成吧，或者是让这10个人出现。对，其实你19年年底还是20年年初我们见了一面，然后你说你出书了，之前我从来都没有听你提过你说你要出书。哦，对，因为我是后半道才加入的嘛，自己可能都不太敢相信，因为就是从小的时候就是作文写的比较好嘛，就那个时候有过一闪念的作家梦，或者说是人要是我一生中能出一本书就好了，就作为作者这样的。然后就这样，就这个事情好像它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似乎这也是一个缘分到了。从可能采访啊到写作啊什么的，就是也是用了大概2年多3年的时间吧。其实都还是让我体验到很多可能以前的工作不太能涉及到的一些地方，但是又很有趣的地方。对，然后又可以稍稍的感觉一下什么叫做这种作家的感觉吧。当你拿到这本书的时候，你当时心里是什么感觉？就是实体的一本书拿在手上的时候，就肯定是非常非常兴奋，就是觉得就是有点觉得好像又是在做梦的感觉。对，因为觉得天哪，就是梦想实现了。对，当我拿到那本书的时候，我也很激动。你记得吗？当时我们在咖啡馆。是，然后还让我签名。对，那张照片我还保留了。对，那时候我刚从德国回来是吧？就背了20多本书回来。但是我会觉得有一点可惜，19年你出完书以后，20年就疫情了，外国人也来不了中国，然后记者也来不了中国。其实我觉得要不然的话，可能你会出第2本、第3本书。那倒不至于，但是肯定就是说应该还会在这个领域继续工作吧。其实有时候也会觉得时间也是会跟我开一个很有趣的玩笑，就是从09年到19年正好10年，然后在这10年里面，然后就开始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疫情的事情，你需要停下来，然后需要重新思考怎么办，我该怎么走。就到了一个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然后加上也会有大量的迷茫，因为确实从09年之后就没有操过心再去想做别的什么东西，或者说再去学2、3门手艺什么之类的，考点什么证之类的就没有，因为就是太爱这份工作了。然后确实也是每年都会接到非常有趣的项目，也是比较幸运，所以就觉得就是可以这样一直走下去。然后但事情突发有这个变化的时候，就肯定会有点懵，然后肯定也会突然觉得似乎自己好像就一事无成，也不知道该去干什么，比如说是要去发简历吗，找工作吗，或什么的。对，就好像也不是那么的现实。然后但是在疫情头2年的时候，反正就进入到一种很沉静的状态。一是确实也没有工作上就进入一种停滞了，就是外国那边的客户都进不来。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你随着工作的停滞，自然而然你的就是钱包你的收入都在大量的缩水，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你肯定就是要节省开支。那一是可能宅家时间会比较多，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你人还是要吃饭的嘛，所以就是在吃饭这一块就变成了就是全部靠自己，买菜啊，做饭啊，每天给自己设计菜谱啊什么的。对，然后那段时间就把自己的厨艺倒是练上去了，因为作为素食者的话，
本身就在外面能选择的就不多，对，然后何况疫情期间又是起起落落，就是这些餐馆的堂食时开时不开，对，然后但是还是要保证一个自己的吃饭的一个营养的均衡啊，还有就是我比较贪嘴，就是东西还是要很好吃很美味，对，所以就开始在家里面也没有别的什么事儿嘛，所以就天天琢磨各种各样的菜谱啊，不管是在网上去学啊，还是自己就是灵机一动想出来这样，对，然后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也是因为疫情特殊的原因，就是跟朋友的相聚也多是以朋友约到家里来，对，就也不太会出去，一是出去可能会产生很多消费，第二就是也觉得自己的厨艺稍稍有点信心，其实也蛮喜欢邀请朋友到家里来尝一下我的手艺，对，然后在这个期间吧，可能不同的朋友都给予了相同的这个赞叹，对，就都会说哇，就是你的素食很好吃啊，而且我身边的朋友基本上都是还是杂食嘛，就是素啊、荤啊、素啊都吃的人，对，所以就对他们来说非常的新鲜，就是你让我坐下来去吃一桌子菜，其实里面没有肉。对，他们其实都还觉得有点点奇怪，但是吃完之后都很满足，很满足很开心，然后觉得我已经完全忘记了这一桌没有肉的这件事情，因为这太满足了，已经忘了，然后他们就会说哦，原来素食也可以这么好吃，原来素食也能做出这么多的花样，对，就不是只是黄瓜白菜土豆丝这样的，对，然后所以在这个期间可能因为得到了很多朋友这样的赞叹吧，或者是感叹，然后就又一直还在想我该怎么办，就是事业上应该怎么走的时候，对，然后就觉得可不可以尝试一下把这个自己的爱好跟这个特殊的这个时间段，然后就是做一个结合，对，这样就开启了这个私厨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你开得很成功，就是以我对你的了解，然后以你的性格，我觉得只要你想做一个事情，你就会做得很好。我觉得就也没有吧，我觉得这个东西更多还是一个时机踩对点，然后还是回到那个我很喜欢的词，还是一个缘分吧，一个机缘，对，就是你有了这个机缘，然后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间，确确实实是非常非常多的人想吃饭，然后没有地方可以去，想跟朋友吃饭聚会也诸多限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然后我开启了这么一个私厨，然后又有一个很漂亮的空间，因为这个院子本身它就很迷人，然后对，然后大家也觉得在这个地方坐到院子里面跟朋友吃吃喝喝相聚，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体验，对，然后所以我觉得我只是说是踩到这个点上吧，然后又正好这些缘分都朝我就是涌过来，所以我觉得就似乎好像一下子就在外人的眼中就一下子就成功了，就这个事就做起来了。其实如果说我们界定成功是你有多少的名气，或者是你已经一饭难求，或者说是你已经拥有了多少的财富，这些我都觉得从头到尾好像我都没有成功过。但是如果只是说哎你想做这个事情，然后他就做起来了，而不是说你想做这个事情就2-3个月都没有一个人过来无人问津的那种，那如果是这样相比的话，我觉得还是很幸运，对，就算是做起来了，就是一直到今天，本身也是想了疫情开放之后，我这种形式应该就自然而然会被外面所有优秀的餐厅啊、网红餐厅啊，然后对各种各样好吃的餐厅和如雨后春笋冒出来的新的餐厅，就是会完全淹没掉。然后我这边是要回到老本行，还是要怎么样？还是要继续去面对找一个新的工作，还怎么样？对，但是仍然是。幸运还是有眷顾我，然后仍然还是会有不同的缘分上门，在没有做任何宣传的情况下，对，然后他们在社交平台上通过自己的搜索呀，然后看到别人来我家拍的很美的照片和很棒的文字分享，然后就找到我，所以就一直到今天，所以也是现在是6月份嘛，所以就应该是正好是4年时间。其实就像你说的，我觉得客人找过来也是缘分，因为你真的不做宣传。对，因为我是觉得好像从我决定做这个私厨第一天开始，好像我就是有这个初衷，就是有原则来，就是
无缘就算了。对，就我不想做很强求的生意，因为我的性格你也比较了解，就是一直就不是一个很生意人，那我就觉得我更多的还是相信缘分吧。然后所以我就会总觉得，如果该是你的东西，缘分它会赐予你的，它就会是你的。但如果说它不是你的，你强求也得不来，你就没有这样的，就是可能你也没有这样的才智，你也不去匹配这一块，不该属于你的，那你何必去强求，然后最后弄到自己可能两败俱伤吧，就是一没做起来，同时又可能很焦虑，就陷入到一个完全否定自己这样。对，所以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就是有的话老天爷就给我吧，就是没有就算了，然后就发现缘分，对，就全凭缘分。所以就到现在我都一直秉持的就是不在自己的，就算自己有社交媒体账号，就都没有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各种去宣扬或者怎么样。而且就是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就是长大接受的教育或者是很多那种老话我还是蛮相信的，就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就是你去用你的平台也好，或者是你自己用各种方式，其实在宣传自己的时候，对，就是我会觉得就是从反方向，如果我是一个客人的话，我就会觉得这不是很正常吗？你当然会说你的好，但是到底这个东西有多好，反正我没有尝试，我仍然还是打一个问号。所以我是否要选择你这个东西，不是靠你一张嘴去说，我更多是想听到别人的口碑。所谓的像中国这种大众点评或者是小红书，就是它虽然是一种网络的形式去积聚的口碑，但是反正我可能都情愿相信那个。其实就像淘宝的那些就是购物心得，对大家那个评论，对我更愿意看那个，而不是去刷你的主页，你多角度去拍你的那个商品，你肯定会拍得很美，你肯定会很会采光，对。但是就是像我们就是常年网上购物的，我一定会去看 comments，对，我要起码看到大家都说还不错，而且听上去也不太像是托的那种，对，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将心比心吧。如果你自己平时买东西就是这样，你真的不愿意成为一个你自己都不愿意成为的一个商家那样的，对，所以我就觉得就一切交给缘分，然后一切交给自己的用心吧，反正我就用心去做就好了，就是哪怕10天里面就来了1桌客人，但这桌客人我也是能量满满，然后把它做得好好的。至于就是可能100桌客人里面，可能也许只有1桌客人他确实是出去对外说了，或者是去分享了，我觉得都没有关系，但是起码我是要保证就是客人从我家走出去之前，就是在我送客的时候，他们是那种真的就是打心底的那种快乐和对开心，然后甚至你都不用问，他们就会说有多好吃什么的。我记得当时我说你做的菜特别好吃，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开小院，然后我鼓励你开小院的时候，你好像有点不太相信。对，会有这样的感觉，就其实之前就算是真正好像想去开的，然后问你们意见的时候，其实也是会有一点觉得就是你们说的东西也是半信半疑吧，因为就是不是说对你们的否认或者是怀疑，更多的是因为就是很了解你们呢，因为你们跟我情感很好，你融入到自己的情感，你一定会加上你的情感不太客观，对，就会注入了太多你对我的情感，所以你当然是会100%的鼓励和100%的觉得这个是多么的完美。对，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真的就最不缺就是各色有特色的这种餐饮但是我觉得刚才我说的所谓的成功，当然就不是你刚才你说的说多有名气或者怎么样，就是像你自己说的，当这个客人走出去的时候，而且是在你没有做宣传的情况下，客人他会来，他找到这个地方，然后呢，当他走出去的时候，他会跟你说这个菜真的非常好吃，然后是发自内心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成功。对，而且就是尤其是那种老客人第2次订的时候，就是曾经半年前或者是1年前来过，甚至真的是有那种客人我已经都不记得了，就他是那种开放日的时候来，然后可能就是这种开放日，因为我已经停了2-3年了嘛，然后这些客人肯定一般都不太怎么打交道了，然后他们都会可能就是心里其实还是惦记的这个地方，所以突然可能某一天某一个契机他想来吃了，那既然没有开放日，那他也会问2嘴，那是这种形式他也来，对，所以还是会很感动，就是这种不管是开放日还是本身就是私厨的客人，对，一次一次回来，反正
对，这些是让我最感动，而且这些是最能其实证明就是你是真的做的好吃，因为这种他们已经不用嘴说了，就他就是一次又一次来。比如说像周一就是过2天我订出去的一桌，其实就是2天前临时订的，这个客人就已经我的印象中这已经是第5次预定了，就是他每次来我都会觉得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因为他有点频率太高了，他可能在最近2年里面，对，这都是第5次了。然后他带着他先开始他是跟同学来，紧跟着他再次回来带她男朋友来，然后带完男朋友去年带他妈来，然后他是广州人嘛，然后他妈妈从广州来北京看他，然后就把他妈妈带来了，然后对，然后他自己又是中戏的学生，然后他跟她男朋友2个人都是导演系的，然后他又把她男朋友带来，对，就是我就觉得就是好感动，他基本上已经搜罗了身边所有最亲密的人，对，然后所以每次他来我都会觉得行了，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因为就是觉得啊，朋友也来了，对吧？男朋友也来了，然后后来没想到哦，他妈也来了，就他妈来从广州来北京，他也带来了，然后我就觉得应该是够了，就是所有这些已经都来过一遍了，对，没想到他又订过2天，说是带另外的朋友来，对，所以就是有时候他们就是身边比较特殊的一些朋友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他们就是会。反正他就说自然而然就会想到这个地方，就觉得只有这里是最合适的。就是如果我找到一个比较好吃的饭馆或者咖啡馆，我也会想不停的带不同的朋友去。就比如说我跟你说的我家附近的那个咖啡馆，对，我也说我想带你去，对不对？就是我觉得就是人的一种分享欲嘛，他其实是遇到好东西的时候，其实他就是会很想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对，就是身边比较亲近的人。所以对他的行动，我觉得说明了一切啊。对，有时候就是这种老客人是让人真的是很感动，对，最能打动你的，而且也最能证明你的实力的，可能就是这些。对，是，呀，缘分。院子里有3只猫，它们都是流浪猫。流浪猫的意思就是没有家的猫，因为菲比经常会给它们喂一些猫粮。猫粮呢，就是猫吃的东西，所以它们觉得在这里待着很舒服。你看那只猫，它好像在听我说话，因为它的耳朵一直在动。天哪，我以为桌子上只有2只猫，没有想到有3只猫。然后你看它在很警惕地看着我，我不靠近它了，我不过去了。如果我过去的话，它可能要逃走。